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打开手机微信，摇一摇电视，进入到《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精美好礼等你来拿。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沙娜沙老师，欢迎沙老师。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家庭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6年了，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单纯又美好，但现在我们的感情基本上就处于一种半分手的状态。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冷战，他对我的关心日渐减少，充斥在我们2个之间的只有怀疑跟各种的不信任。在一起6年了，我自以为2个人的感情已经战胜了很多，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就能明白对方，但是越来越多的事情毁掉了我心里的想法，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存在感。6年的感情来之不易，但他现在的态度让我真的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才会懂得好好去努力。是时间太久，还是别的什么？6年的情感出现了阴影。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 B 23岁，来自山西，实习摄像师；女嘉宾上官23岁，同样来自山西，是一名学生。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都谈了6年恋爱了。对，对。那你们得什么时候就开始谈的呢？就是高中的时候吧，其实也不算是谈，就是当时经常一起学习啊什么的，然后上下学，然后一块儿去玩这种。高中同学。对。啊，其实6年我们的感情真的挺不容易的，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之间的一些矛盾、一些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啊。什么矛盾？什么问题？说说吧。啊。就好比就刚开始前段时间那个2月份那个情人节吧，因为刚开始前3年的时候嘛，他总会是给我制造一些惊喜、浪漫什么的，但是后半年吧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我都已经发朋友圈暗示过他了，但是当天我就等了一整天，他一直没有接我的电话，没有回我的微信。我的朋友们都已经收到了礼物，但是他却一天都没有理我，我在家特别伤心。那我当时晚上不是给你发红包了吗？哦，你是给我发了个红包，我本来收到他的红包挺开心的啊，我说啊还知道给我发个红包什么的，结果我一打开红包发了个5.2块，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感受吗？我真的，你发5.2块还不如不发呢。哎呀，咱俩这个点真的不一样。我是觉得他发这个5200万也没用，因为发来那叫红包节，你们要过红包节可以，你们要过情人节，首先是人吧。之前很多的情人节我们都是在一起度过的，一起约会啊什么的。然后现在我觉得我们就这种关系已经不需要那种就表面上那些东西来维持。然后正好我当时工作也挺忙的，然后晚上回来之后，我想的给他表示表示呗，给他发个红包，但是微信零钱当时就几块钱，然后我就想着象征性的发一下吧，我觉得他应该懂我的啊。然后没想到他生气了。然后给他，可是我就是想要一个小礼物而已啊，你哪怕不发，你第2天补给我也行啊。你发5.2块算什么呀？哎，你们俩6年不会就为这一个破红包发多少钱在那儿较劲吧？这事儿也就不说了吧，后来我也就原谅他了。然后当时那几天也是心情不好嘛，然后刚好有个兼职的活动，瞅着个周6日我就出去就是排解一下。说起这个兼职，其实你知道我是挺反对你做这个兼职的。干嘛反对人兼职啊？就是他这个兼职就是一些礼仪模特呀之类的。哦，那我喜欢呀，我去做不行吗？那你前段时间不是考了那个瑜伽证了吗？那个瑜伽老师呀、舞蹈老师都挺好的，加上你本身也是学舞蹈的，对你个人的专业也发展也挺好的呀。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为什么不希望他做礼仪模特？
就是觉得穿太少了。现在都什么社会了，你还不能接受老古董啊？你思想？不是说我思想怎么样，主持人就是有一次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他当时在做一个酒会的一个兼职，他也没跟我说，他就自己就过去了。然后当时正好是我一个朋友在现场，然后就看见他了，然后看见他穿那么少在那儿，就感觉挺不好的。不是酒会得穿多少啊？就是一个酒品的展示，穿那个泳衣进行酒品的展示。关键当时正好我朋友回来就跟我说了，他说你女朋友在外边怎么样，让我注意一点。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挺尴尬的。你就那么在乎他们的看法吗？我又没干嘛，你干嘛那么激动，那么怀疑我？就是他有一次做兼职就很晚嘛，然后我说那我去接你吧，然后我就大概提前半个小时左右去商场门口等他，然后等了大概有1个小时，商场门都关了，他都没出来，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哎，你这干嘛呢？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他在外边玩呢。主持人，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就是那天我们也是好几个人一起去出了一档活动，出完活动以后，我们就是好多男生跟女生嘛，我们就说一起去放松一下，因为真的当天太累了。然后他就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要打扰我，因为我这个人嘛，我是把那个朋友跟对象分得很清楚，我要是跟朋友在一块儿的话，我就不喜欢带着对象，因为跟朋友特别玩的尽兴啊，为什么非要带上个对象？不是，为什么带着对象就不尽兴了呢？而且我主要是人家们都没带啊，我带了他去也玩不好，而且为什么玩不好？好多人都玩什么玩不好？我主要就是觉得不太方便，我觉得很有什么尴尬不方便？就是他们不认识他嘛。你们俩都谈了6年了，他们还不认识他呀？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是新交的朋友，然后不认识他，然后我就没让他去。那我是你男朋友，我准备去接你回家，然后你跟我说你在玩，然后还不让我去，我去。可是我跟他们在一起很安全呀，我待会儿就回去了，我都告诉你了，你还要来？去了吗？后来没有呀，不让我去。啊，不是挺好吗？这男朋友这么听话，你看。反正我觉得他还是对我的关心太少了。这还关心少？您出活动，人家接你在商场门口等1个多小时，您出去玩去都没通知人家。那只是偶尔，大多数时间他对我的关心太少了。主持人，我觉得问题不在这儿啊，在哪儿啊？跟他一块的有他那个一个男闺蜜，然后我就觉得他不想让我去。说话负责任啊！你什么时候又多了个男闺蜜呢？那是上了大学以后才有的呀，而且我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得着你去怀疑猜测我吗？你跟他之间没什么，整天抱着手机从早上聊到晚上。我跟他聊工作不行？不是你一大学生，非得是聊点别的才行。不是你一大学生，你什么工作呀，孩子？你告诉我。就是在外面兼职嘛，就是兼职的活动，我是给他发的。哦。而且我跟他认识吧，就是因为有一次我过生日嘛，然后我跟我朋友，因为他当时也不在，我朋友就陪我过生日去了。啊。然后当天那个男生是在一个餐馆当服务员，我朋友就见他就是挺高的，然后挺帅的，然后就想跟他接触一下，然后就让我去帮忙要微信。然后不是你朋友想接触，为什么是你要微信？他不好意思嘛，然后我就豁出去啊！我长这么大我也没干过这事儿，我就去要了，没想到他俩就聊了2天，就不欢而散了，也就没什么可聊的。但是我俩就聊得挺投缘的感觉，挺有缘的。我的天哪！就他是你男闺蜜了是吧？对，就是他那段时间也是想辞掉那个工作，因为那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嘛。是。然后他看我朋友圈发的一些兼职，就问我打听。然后我就告给他了一些，给他发活动啊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2个也一起出嘛。啊，就是这种关系啊，纯洁的友情。对啊，我觉得可是他就是不相信我嘛，就不听我说。你说我俩平时也不是经常见面，虽然在一个城市，但是不在一个学校。为啥不经常见面？因为他周1到周5有课嘛，然后好容易有个周6、周日，我约他去看个电影，然后电影院那么100来号人，全是黑的。然后就他一个人，手机一直响，还老闪，就拿着手机跟人家聊天。你说你从我的立场上想过吗？我真的就只是跟他聊工作的事儿。见过她男闺蜜吗？见过。帅吗？就那样吧。他就老是这样。确实男闺蜜对吧？就是男性的好朋友。来，有请男性好朋友，来，有请啊。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这是你好哥们儿好朋友吧，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哎，你谈恋爱了吗？我没有谈恋爱，但是我现在在追一个女孩子，有喜欢的人。追一个女孩，对，那女孩是单身的还是有男朋友？单身啊，当然单身。追的怎么样？快追到手了吧，差不多。那你女朋友要知道你有这么一个好的女性朋友，她会不会介意啊？到时候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的话，我会把这件事挑明的，也就会介绍我好朋友给她，因为我们俩的关系挺好的。哦，希望她不要吃醋吧。哦，要万一那个女朋友吃醋了呢，就跟这个小子一样，那吃醋了呢，啊，怎么办呢？万一的话，那我就宠她，爱她，让她不吃醋。不是，他就是吃醋。他说了，反正你对我再好，我都不行，你就不能有这么一个好闺蜜啊？你怎么办？我是一个非常重视友情的人啊，她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觉得。然后如果那个女孩子也是喜欢我、爱我、理解我的话，她觉得不会太在意这件事情。哦，明白了，听见没有？如果你喜欢她、爱她、在意她的话，你应该不会在意这种事情。但是他俩做的这些事儿，怎么能让我不在意呢？啊，好吧。哎，再问一个问题，来，如果她没有这个男朋友，你会追她？我会一直陪在她身边吧。说明白点嘛。如果她没有这个男朋友的话，她是单身，你会追吗？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喜欢她。你不喜欢她，你要陪伴在她身边，啥意思呀？难道就没有那种纯洁的友谊吗？你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就是送她那么贵重的手表吗？什么手表？就是他过生日的时候送了他一个3000多块钱的手表。哦，这个手表情况是这样啊，因为那会儿上官介绍了我份新工作哦，然后这份新工作的报酬还挺多的，那天也正好他过生日，就买了份手表给他，表示一下对他的感谢，就是感谢而已。好，那你知道他过生日，我都给你解释过了，你就根本就不听。你解释什么了呀？你就是不相信我呗，你从头到尾就是不相信我。你过生日那天，你知道当时我在家等你吗？然后你还跟他出去吃饭去了。我当天不是心情不好吗？他们知道我生日，然后就拉我一起出去玩了。我也不知道你在家等我呀。那他送你块手表，你就高兴了呀？我当时已经很累了，我回到家，然后我就直接去休息了。你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吗？那我问你啊，你作为她的男朋友，你真的尽心尽责了没有？不，我们俩这件事用得着你来管吗？那个好，先平静啊，这个啊，回去吧，别裹乱了，好吗？谢谢啊，回去。我觉得，就我们之间的这些矛盾什么的都没有解决啊。然后吵架这一段时间，我也在不断想，我们之间到底是相处方式出现问题，还是哪里出现问题啊？然后一直得不到解决。我生病发烧的时候你在哪？我那天感冒发烧到40多度，我一个人从寝室去我们学校的那个小诊所，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拿着吊瓶去厕所也是我一个人拿的？那时候你在哪儿？你的工作有那么重要吗？你们俩学校离得多远啊，孩子？不在一个区。有多远吗？差不多20公里吧。20公里不也很近吗？因为我觉得今年我就已经毕业了嘛，然后实习了也大概有大半年了，我整天想的都是要为我们以后好好打算一下，然后就是可能没有太多的在乎他的感受。男生承认说对他不是那么关心，对吧？你觉得你不关心他，不至于让他这样，是吗？对。我也是女孩子啊，女孩子最希望的不就是男生的一点关心，过节过啥的送一点小礼物表示一下吗？我就很容易满足啊。但是你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做不到啦。你觉得我们之间就要靠那些所谓的礼物来维持吗？
可是你就算骗骗我也行呀，你根本没有好吗？我也别哭了。好了。我只不过就是想让你多关心我一点。我觉得咱们真的在一起6年挺不容易的。问一句话啊，就是闺蜜其实都达到了你对男朋友的标准要求，对吧？对，关他很心、暖，陪伴、呵护，是还是不是？闺蜜是不是都达到了？但是那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关系。普通朋友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经常不在，我这个人我真的特别害怕孤独，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在，只有我的好朋友来陪我。啊，行，听明白了，听明白了。男生，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啊，听懂了哈。哎，你们看怎么办吧？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问男朋友几个问题哈。刚才赵川老师问你，你明白了吗？你回答这个问题，你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什么？我明白，可能是时间越来越长之后，我对我女朋友的那种关怀啊什么的，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多了。但是确实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在里边。停，怕就怕但是后面的话。你前面既然认识到了问题，你又来一个但是。我告诉你吧，正是因为男闺蜜的出现，才让你不得不面临这个现实的问题。你对你女朋友的确是关心少了，如果关心多的话，居然一个城市过成了好像异地恋一样，说你很忙，居然在她生病的时候你不在身边，你缺位了。你貌似顶着一个男朋友的这个称号，但是你没有做到男朋友的那些事实。相反，有一个又高又帅的懂得体贴关心的朋友，异性朋友出现了。我们暂且不说你女朋友现在是什么样的心理，但至少她的防线在被那个小子是一次又一次的在进攻。如果说你还是在找各种的理由，客观理由说但是后面怎么样，那我劝你放弃这段恋情，把真正的爱情的机会还给有这个资格或者说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想法去做的人。我们举几个例子，同样是特殊的节日，在情人节，你只是做表面的工作，甚至于连表面的工作都不愿意做得很充分，在晚上没有一起过情人节，要见到人没有，见到了5.2块。我们比的不是这个价格，但就能够感觉到这种心意没有。第二，恰恰都是你每次不在而最需要你在的时候，都是那个男孩在出现。这么危险的事儿，你居然还能这么淡然处之的，只是说我很介意，我很生气，但你不做出任何的改变，可见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没有那么的重。如果换成我，如果是我的女朋友面临这么一个竞争对手出现的话，我马上我装也得装到，我也做到对她的陪伴呀，我也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呀。小伙子啊，扪心自问，你对他的关心是不在了，但背后是你真正还有那么爱他吗？如果真是没有的话，不要勉强，爱情这事儿绝对勉强不来的，对不对？我来帮女方做一个男闺蜜方面的测试，你也听着哈。我问女方几个问题啊。你在跟你的男朋友吵架的时候，会不会第一时间想到男闺蜜，然后发信息给他？我会，我跟他说过。好，你们对彼此有昵称？没有呀，就是直接叫名字，直接叫名字哈，那就不算有昵称哈。动不动会找他帮忙，比如说修个电脑啊，或者去搬一个什么比较重的这种的东西，你都会去找他帮忙，不会找男朋友对吧？因为男朋友没时间。OK， 好，最后一个问题，晚上10点以后，你们还在闲聊发微信，甚至睡觉前会互道晚安，有吗？我觉得也不是每天都是这样的，但是偶尔会。偶尔的频率是什么样的？也不是很高吧，差不多适中。一个礼拜几天？一个礼拜有3、4天的样子。好，7天有3、4天，再跟他10点以后发微信，然后道晚安。做完以上的测试，我给一个答案，这不叫男闺蜜，就是云备胎。
通过你对他秒回微信，通过你有什么问题都会向他倾诉，包括你男朋友对你怎么不好，他为什么会知道？一定是从你的口中给了他这些讯息。所以说，他之所以能够这么紧密的关心你、陪伴你，是因为你把这扇窗户打开了，给了他机会，所以他才能够接近你、靠近你。如果你始终是有着自己心理防线，一直紧关这扇窗的话，他不会成为你的男闺蜜。男生，你要意识到，现在局面就是这样。而且我给你的忠告是什么呢？不是说6年以上的感情就不需要经营，不需要浪漫了。浪漫是要细水长流的。你没听说过7年之痒吗？如果在最危机的时刻，你还在肆意妄为的去放任你们的感情，你最后收获的就真的就是男闺蜜啊。如果之后再有另一段感情的时候，你不能用这样散漫的态度去面对这段感情，否则最后只有自己伤心而已。还有就是想最后忠告女生一点，就是如果你在真心真意爱一个人的时候，那你就要为他守住这扇窗。如果你觉得我不爱了，你就大大方方、直直白白告诉他你对我不好，我想要寻找其他的爱我的男人，说出来没有什么可耻的。让我们大家现在觉得心里面不舒服的，反而是你这种隐隐藏藏、遮遮掩掩，知道了吗？好，谢谢二位。这个男闺蜜的出现起到了很好的一面镜子的作用。的确，当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你要想尽办法为她做点什么，而你的确有点冷落了她。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女人在你不在身边的时候，因为需要陪伴而让别的男人趁虚而入，这个女人迟早不是你的。姑娘，人生是要有主次的，你太多的地方不分主次。大学生凭着自己的努力挣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也没有错，但是不能本末倒置。你是个学生，你主要的责任在于好好的读书，将来找份好工作，适当的兼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整天只知道所谓的应酬和兼职，而忽视了学习，那是本末倒置。虽然我根本不相信男女之间有所谓纯粹的友谊，但是如果有一个所谓相对于较好的男性朋友，也可以理解。但如果好的主次不分，超越了和自己男朋友之间的爱和关系，那就难免让人生疑。我很喜欢一句话，当世界上我真正爱的那个人出现了之后，其他的人就都变成了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但是你是个太喜欢将就的人。当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排他的。当如果你的男闺蜜在照顾你的时候，你应该拒绝他。这样的女人才真正的最可爱，因为她有主次之分，她有是非之别。一句老话送给你：若爱请深爱，若弃请彻底，不要暧昧，伤人伤己。这事儿其实很简单了，已经。其实最大的错知道在哪儿吗？不在有没有男闺蜜。你也一样哦。圈儿刚才其实做过分析，其实男生先淡了，女生又守不住寂寞。其实情感是互动的呀。我相信在一起谈了3、4年恋爱的人，从高中开始就是这种爱呀，或者叫喜欢。然后到有一天点破，到他们读了大学，在一个城市读书，曾经何等火热的燃烧过呀！你们淡没淡，你们心里不清楚啊。所以你们真实的面对自己吧，咱们都说点实话。来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我确实是舍不得，因为你这几年对我的关心确实变少了。所以可能出现了那么一个男闺蜜，我只是比较习惯他对我的照顾，但是我心里面真正在意的人一直都是你。说实话，这半年来我压力真的挺大的，包括去实习，
每个月要在2个地方来回跑，然后包括跟你吵架各种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我每天这么忙，我每天是在忙什么。我觉得2个人谈恋爱肯定要经历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重心。我觉得我们之间应该这么长时间应该能够共同度过这一段时间，但是我就最后却是这样。哎呀，请亮灯吧。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F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胜负做也别少。行了，诚实的面对自己，幸福就离你不远了。了解下一对吧，各位请看。我和我男朋友以前是很好的朋友，后来相处时间久了，有了好感就走到了一起。现在我们交往1年多了，可是因为异地恋，我们俩的矛盾越来越多。我觉得他不像以前那么迁就我，现在变得特别小心眼、疑心重，而且我还发现他身边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异性。本来因为异地恋我们就经常冷战，再加上出现这么多问题，现在我对他越来越失望。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我真的很迷茫。刚才是同城异地，现在是彻底异地，距离对情感的考验，或者叫杀伤，看来还不小哦。来，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张23岁，来自山东，是一名物流司机；女嘉宾小月21岁，同样来自山东，是餐饮主管。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异地有多远啊？我在杭州，他在上海，也不算太远。啊，也不近了，一个杭州，一个上海，是吧？对，是啊。在哪儿认识的呀？怎么认识的呀？我们是同学，在学校认识的，然后相处时间比较长嘛，也比较聊得来，可能就是对方有了好感吧。后面我们就是工作之后，我就有一次跟他开玩笑，我说，哎，你现在也没女朋友，我也没男朋友，要不我们交往试试看？然后他当时同意了嘛，就是也都挺开心的，挺顺利的。等于你主动点破的。对。啊，毕业之后就去了不同的地方了，是吗？对。那为啥不在一起呢？因为当时这个是我觉得异地恋挺好的，因为我身边朋友都在一块儿，经常都会有一些小矛盾啊，我感觉异地恋应该会久一点。但是现在异地恋应该会久一点。现在我反而觉得异地恋我们俩就是矛盾挺多的，可能因为沟通比较少吧。然后现在就觉得他特别小心眼、疑心重，然后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他疑心重啊？对，他现在老怀疑我。那你咋没安全感呢？这不是说明他在乎你吗？就是之前嘛，有一个女孩在追他，刚开始我是听朋友说的，然后我觉着我们2个也异地恋，朋友可能开玩笑吧，调侃一下我们，我就没怎么在意。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那个问题啊，我也给你看聊天记录了，我当时已经明确告诉他了，我说我有女朋友，我女朋友也很爱我，我们感情很好。但是毕竟是那个女生主动追你的，你有女朋友她都不介意的，而且我们是异地恋，你这不是在跟她留机会吗？而且你们现在都还有联系的。我们现在联系只是偶尔聊一下天，又没做什么。我觉得只要我的心对你不动摇，他没有任何机会的呀。你担心什么呢？你为什么还跟他联系？反正都拒绝了嘛，就别联系了呀。因为我们就是发小嘛，都挺不错的，没必要做的这么绝吧。你确实拒绝过对方？对，拒绝过。但是我觉得女孩子追男孩子是很容易的嘛，女追男隔层纱嘛。好。你原来不放心在这儿啊？对。还有别的让你不放心的吗？就不安全的？就是我觉得他对他前女友好像还是有点放不下。本来我们是挺开心去吃饭的，
刚到餐厅他就出去了，然后回来告诉我说他刚刚看到他前女友了。我就跟他开玩笑嘛，我说那你怎么不过来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啊？然后他当时就是拉下脸来了嘛，然后我就挺不开心的，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不如你前女友好啊，还是你心里根本放不下，就感觉挺奇怪的。那都过去了，那都是以前了，没必要拿出来再跟你提吧。我要跟你说了，你肯定又会生气。为什么你当时拉脸？你能把那个心理解释给他听吗？当时就是不想说话嘛，就坐那沉默了一会儿。为什么？他就觉得，就是以前的那段感情不太好吧。他性格一直这样，一问他什么事情嘛就不说话，就在那很让人生气的。其实他当时如果跟我笑笑说，哎，那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我感觉这件事也就过去了，我也不会。你觉得他是那种人吗，孩子？啊，反正就是现在感觉他这种性格有点受不了了。哦，性格受不了了，好吧，说说你的怀疑吧。你怎么不信任他了？他就是身边异性朋友也比较多吧，经常晚上就是出去和异性朋友一起出去玩看电影的，我肯定不放心啊。但那件事情我跟你解释过了呀。那本来我们是约好3个人去看电影的，那另外1个人突然有事情。但是他们都不去了，那你为什么要去了？你也可以给他说不去了呀。但是别人是因为有事情，而且我闲着没事嘛。去看电影也很正常，而且人家对我也没有什么意思，就只是普通同事关系啊。我感觉这没什么。现在同事就是异性同事都能看电影了是吧？对，而且看的也不是爱情电影啊，就是感觉他挺小气的。所以这事儿都挺怪的，你知道吧？就有一次我出差，2男的出差，实在没事儿干，我说我们俩去看个电影吧。买完电影票我就觉得别扭，我怎么跟一男的去看电影？但是女同事你一定不会约他。你知道吗？所以就看电影这事儿，可能在我们心里还属于那个算比较近的事儿，你才能约人看电影。但是你们好像不这么想，是吧？你不这么想？我觉得这没什么，而且我有男朋友，我们店里人都知道的呀。那他有女朋友，发小也是都知道的呀。但是人家就已经跟他表白了，那我跟同事也没有聊过这些事情啊。不是还有个同事在追你吗？关键是那个事情我也解释过了，而且就是我们同事嘛，相处时间比较久，可能他对我有点意思吧，跟我表白，但是我已经拒绝他了。拒绝了。而且就是工作上的事情，除了我都不跟他怎么联系的。你感觉明确吗？他每天给你送早餐干什么的，送你东西你都还接受，你这是在给他留机会吗？那同事之间嘛，带个早餐我感觉很正常啊，不可能就因为这件事情你也吃醋吧？那礼物呢？我怎么？像礼物我没有接收过啊，就是像比如说生日或者什么特殊节日，巧克力、玫瑰花这些，我都是直接拒绝掉的，因为我知道他对我有意思嘛。那我肯定我就告诉他这些我男朋友会送我的，你给别人嘛，就之类拒绝了。但是你有男朋友的，你应该去收他的东西吧？而且那你有想过为什么这件事情我连细节都告诉你吗？你有想过你自身的原因吗？为什么你要告诉他？因为本来就异地恋，然后他对我现在也不怎么上心嘛。就前段时间520的时候，别人都在秀恩爱，他呢1个星期都没有发，也是到下午我给他发信息，因为他在干什么嘛，他就直接就回复说我在看直播，就是感觉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样。我那天不是想着给你发信息来了吗？我觉得那你想着你也是没发呀。我当时什么心情，你有想过我吗？你都不为我想一想。那别人都在秀恩爱，而且520感觉就是全世界都知道，就你忽略我。我觉得这只是个形式问题。那形式，只要我们彼此那小女生本来就喜欢这些啊，那要男朋友干什么呢？不就多关心一下嘛？而且1年就几次啊。好，这520真害人呐，谁弄的节呀？但是我感觉就是女孩子本来就是过个这种节日能增加一下2人感情嘛，而且他作为一个男朋友连句信息都没有，我也没要求他一定过来看我或者给我买什么东西啊，那你最起码信息也要发一个吧？我为什么要把我跟男同事的这些细节都告诉你？是因为你不在乎我要刺激你，是这意思吧？对的，而且他总是误会我身边异性同事太多嘛，就是说我们俩也难得见一次面，他就总感觉我就是说不理他冷落他，但其实工作上的事情那我也要回信息的嘛。总是就是他感觉他太小心眼了，什么事情都跟我计较。异地恋1年是吧？对，1年多。双方父母也没见过，应该是吧？暂时没见。本来我是想带他去的，然后他就是老是找各种理由，就是不去。因为我比较恐慌嘛，因为在我们那边的话，如果见家长的话，如果就是双方父母都同意，肯定是要去订婚结婚的然后我感觉有点接受不了，而且我们俩现在异地恋都没解决。我感觉，因为他现在我们俩就是都互相就是不信任嘛，我说那要不你就来我这边，然后
在我们这边一起嘛，他就不愿意过来嘛。为啥？因为我在那边工作时间也比较长一点吧，然后在那边认识的朋友人面比较多一点，然后在那比较好发展一些。我觉得去那边人生地不熟的，但是你怎么想到我们俩的事情都没解决，你就想要见家长，你是不是太自私了？就总为你自己着想。我们相处的时间也不短了吧，见个家长很正常的呀。但是你知道我恐婚的，而且你见了家长，如果你父母不喜欢我呢，你是不是就要跟我分手了？你没见过，你怎么知道不同意呢？那只有2个选择啊，要么就是一个家长不喜欢我，就面临着分手问题；要么就是一个家长喜欢了，就面临着订婚。你也知道我现在不想那么早结婚。现在又没非逼着你结婚。好。那你就为什么不能为了我来这边呢？去杭州那里，而且我都说过了，我很喜欢杭州的，我准备在那里定居的。那你就不能为了我去我那里吗？你总是这样。你们俩今天要来干嘛？我就是想知道他现在对我到底还喜不喜欢嘛？我总感觉就是他在处理异性方面总是在给别人留后路一样，就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啊，我觉得你们俩倒是都开了后门了啊！你还喜欢他吗？喜欢。还爱他吗？爱。想娶她做老婆吗？想。那去杭州吧。这个问题我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一直都这样，一问什么问题吧，解释不出来就。行，我来问利索的，你还喜欢他吗？喜欢啊，毕竟是我追的他呀。哦，还喜欢？那你爱他吗？我感觉现在肯定没有以前那么爱他了。啊，没有以前那么爱了。你憧憬未来的某一天要嫁给他吗？现在没想过。啊，那后面一个问题也不问了吧。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咱们从一开始回顾哈，你们2个人在一起的这个契机其实就挺草率的啊！你没女朋友，我没男朋友，那在一起吧，就是这么在一起的。不，因为我们俩是同学，相处时间比较久，也比较聊得来，可能那时候就有好感了嘛。所以就是说，开始可能比较草率，然后到后来呢，就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你们俩现在的问题呀，不是异地，根本不是异地，就算在同城，就算天天住在一起，问题还是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合不合适的问题，咱们先暂且放下爱不爱，我觉得爱不爱在这儿说都太大了。我们先说你们2个人合不合适，看一对情侣合不合适，可能有3个点就可以体现得出来。一个就是有没有共同语言，第2个呢就是3观一不一致，第3个就是是否默契。首先你们2个人3观就不一致，确实可能现在我们比较保守，就比如说像送早餐呐、看电影啊这种的事情，真的可能在我们心中都觉得只能是亲密的爱人之间做的事情。如果一个追我的男生每天送早餐我还吃，我能吃得下去，那证明我对这个男生肯定也是有那么一点意思的。没有啊，我就是心里一直都有他，我感觉只要是我心里有他，其他的我都能接受的啊，只要是关系不要太密切，而且我都是直接给他们挑明关系的呀。所以我说嘛，你们俩3观不合嘛，对吧？这是你个人的一个观点和看法，这是我们这些观点和看法，所以你们2个人不合适，不是异地不异地的问题。那接下来我就是看男生，男生其实是一个特别优柔寡断的人，遇到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点磨磨唧唧啊，然后柔柔弱弱的这种的感觉。你看这前女友也解释不清楚，然后这个后面又有追你的人也还保持联系。在女生心中，我告诉你，你要的不是他，你只是一开始对他有好感，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接触的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哎，他跟你刚开始认识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不一样，所以你们2个人其实很明显。我为什么不说已经不谈爱呢？就光看合适不合适的，已经能看到结果了。然后呢，既然这样的话，就好聚好散。好，谢谢沙老师。你们俩其实都是同类人，这个同类人是什么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都是第一位的，都是自己。看看你们的对话吧，你就不能来我这儿吗？你就不能为了我做点牺牲吗？那你这边说不行，为什么？因为我还没确定我今后是要跟你在一起结婚，因为你的性格我可受不了。如果说这个人的性格你都看不上的话，你怎么可能爱上这个人？为什么说你很自私很自我呢？所有都是
围绕我如果能得到利的话，我就选择。比如说异性送早餐，那不是普通的早餐，那是爱心早餐。你可以和男朋友去看电影吗？至少我是不觉得能和异性去看电影，如果我们不是那种关系的话。但凡是一个有基本常识的有情商的人都会感觉到那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能接受？就因为不够爱对方吗？到目前为止我也没觉得你们真正当中有什么爱，都是各自留有余地，留有一个备选方案。男方也一样啊，有一个女孩追你，然后拒绝了但还联系，你不是也在给自己留余地吗？你们两个人谁为你们之间的所谓的爱情去付出了呢？都是各自在各自的城市。美其名曰说我觉得异地恋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吧，拜托，最后两个人相恋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走在一起的，怎么可能去选择这个坦然的选择这个异地恋呢？还是自己都自己太多放不下的东西，没有说为对方可以舍弃的东西。如果两个人的感情到这一步来说的话，没有必要继续下去。只有一种情况，你可以为对方付出，我愿意为你做出很多，我不求回报。你们谁能做到？做不到，趁早说清楚吧，好吗？就这样。我到现在我还恍惚着，你们之间谈过恋爱没？好像没有。我觉得在恋爱生活当中，就这个位置，他应该是全部都留给对方。如果一旦有那么一点点被别人闯入，或者你有那么一点点开小差，你会内心有极大的愧疚。这是爱情的本能，就你爱一个人，这个地方就是都是留给他，本能的。如果有一点点滑出去了，我就会心里不舒服，我会愧疚。比如说看电影，你不觉得愧疚吗？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电影你是没法看下去的，你会在想此时此刻身边的那个人应该是他而不是他，看不下去，如坐针毡。但你没有，男生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他还有一丝热烈的话，你更是迟疑和模糊不清。你说当你的前女友在饭馆里碰见了的时候，你整个脸拉下来，我一直在揣摩你的心理活动。刚刚主持人也说让你描述一下，你没有说，但我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你还没有放下。至少你的女朋友严重的影响了你的进餐的心情。按道理来说，你和现女友在那儿吃饭，碰上前女友，有那么一点点尴尬或者是陌生是可以的，但你突然之间拉下脸来，很显然它影响了你的食欲，而它并没有增进你的食欲。所以既然彼此都没有把这儿全部都留给对方，那索性就干脆着，都别装了，不喜欢就不喜欢。既然平平淡淡的开始了，那索性平平淡淡的结束，好吧？好，谢谢涂老师。女生说的第一句话我还犹在耳畔呢，怎么不在一起呢？我们在一起那些人都不长久，我想异地能长一点吧。过去都是克服重重困难要在一起，他们是我们要制造重重困难不在一起。这个恋爱谈得好虐呀，所以接下来你们要想虐就继续虐下去，一起进入真情60秒。小叶，我们认识时间也挺长了，反正你应该多少了解一些我。可能我有的时候不太会说话，但是我对你的心一直都没有变过。你说的那些事情，以后我会努力改变，做得好一点，请你相信我。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你总说你会为我改变，你事实做到了吗？
如果你能改变的话，你之前就可以做的。而且让我相信你，我怎么相信你？你自己相信你自己吗？你就相信我，我这次一定要改。哎，谢谢两位，请回吧。啊。来，请关门。这段情感的脉络究竟如何呢？答案留给他们自己去选。来吧，看结局，请开门。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别那么难过，你是打算跟他告别呢，还是试着再追他一次呢？我想试着再追他一次。行，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去杭州吗？这个事情我会考虑的。好了，您回去吧，谢谢你，来，请回。好。哎呀，咱们说要为爱付出，连个城市都不愿意动一动，你能挽回什么呢？这不就是我们老辈人讲的得失得失吗？生活你得有得有失啊，全让你得了，那还叫生活吗？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到爱情保鲜剂。有网友向涂老师提问说，我们结婚15年了，我老公总是离家出走，第一次是在我坐月子休养时，第二次是他和我家人产生矛盾时，我真的很伤心，他的不管不顾，我联系他想离婚，很久之后他回复我说可以，现在又反悔了来找我，我心软原谅他一次又一次，但他总是这样反反复复，我现在很纠结，要不要再原谅他呢？当你最需要爱人的时候，爱人的出走等同于抛弃。你就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被抛弃了2次，难道你还想被抛弃第3次吗？一个人尊重自己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尊重自己曾经受到过的痛恼。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